又一辆比亚迪起飞失败。8月3日下午3点40分左右，在西安的城市高架路上，一辆比亚迪汉疑似失控，上演了令人绝望的一幕。当时这辆车的最高速度达到了134千米每小时，该路段为单车道，而且两侧都有水泥墩，在过这种弧度弯的时候，车辆仍旧以124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撞上了水泥墩。事故发生瞬间，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也开始卡顿了起来，随后就是失控翻车。紧接着通过记录仪画面可以看到，车辆失控后，车直接翻过来了，顶着地面滑行了很长的一段距离，金属与地面摩擦导致火花四溅。根本不敢想，这可是在高架桥上啊！如果水泥墩没有把车子拦住，那么车主估计是凶多吉少了。事后从网传的聊天记录看，事发车内有2人没有受伤，并且车主透露滑行距离大概是100米左右，并且表示感谢比亚迪。除了聊天记录提到的信息点之外，有2张现场的照片，能看到这辆比亚迪汉反着躺在了路中间，传统的断轴技能得以保留。事故发生后，也把后方交通堵得结结实实。另外一张是比亚迪汉被拖回了停车场的照片，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车辆状态，前后气囊全部弹出，车辆4个轮子都崴了脚，看着情况应该已经报废了。有网友就表示，这个是技术不行，加上比亚迪的地盘太垃圾导致的起飞失败案例，这么缓的弯都能失控撞到水泥墩。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可以看出是车辆出现了推头的情况，就是转向不足。这明显是比亚迪的地盘调教太差，加上电车本身的质量大，产生的惯性就大，再加上车主的技术也不好，才最终导致了事故。令人奇怪的是，车辆失控了，还要感谢比亚迪，真的奇葩。只要是稍微操控好点的车，就这点弧度的弯都不会撞上的。就这样还要感谢比亚迪，应该先感谢下国家吧，给你设置了水泥墩保护你了，顺便给你一个机会展示自己的八字有多硬，这都送不走。国内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是，过弯车速过快，下次在过弯的时候记得减速，并且给出了贴心的建议。没有一个说是比亚迪的地盘调教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国产车的质量真的很垃圾，最近有车主就反映自己的车直接行驶的时候变速箱炸了。的车子地下车库的上坡突然之间就炸裂了。照片中地面上有一大滩机油，还有一堆散落的零部件，有些已经碎了。因为母女俩都受到了惊吓，她委托朋友把车子拖到杭州石祥东路上的理想汽车服务中心。拖到这里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跟她联系过，或者反馈车子的任何情况，然后在没有经过她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她的车一夜之间就给维修好了。服务中心出具的维修工单显示，车子更换了后减速器总成，用户签署页栏里写着电话确认。售后人员告诉媒体，维修之前工作人员给郑女士的朋友打过电话，通知了这个送修人，这一块他同意维修方案了，并且送修人表示这个26号要提车。这明显是站不住脚，有偷偷摸摸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修好车的嫌疑。目的就是掩盖车子本身的质量问题，把事故原因直接掩盖，光速修好，让车主无法找茬。反正都修好了，那下一步就是赔偿等问题了。这也是国产车售后的常规操作了。从后续媒体采访的情况看，类似减速箱爆炸的事故有10几起，但是都被这样光速修好，而没有去讨论车本身的质量问题。只想着快速打发掉车主。细思极恐的是，这要是在高速路上减速箱炸了，那直接变炸弹了。随机挑选一群幸运儿，这就是理想汽车的质量。它之前的名字是力帆汽车。力帆汽车之前有一个远古视频可以看出它的质量，从现在看，理想应该很好的传承了这一品质。从我出生到现在，在我开过的所有交通工具当中，力帆是第一辆也是唯一一辆方向盘没有正对着我的汽车。那么这个并没有正对着我的方向盘，它的操控性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么说，它
几乎没有操控性，感觉这个方向盘并没有和它的前轮直接相连，对方向的控制非常模糊。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它后轮带动的车尾感觉并没有与车子的前半部分形成一个整体。当你转弯的时候，感觉它的两个前轮并不太听方向盘的指挥，而它的后轮和车尾的动向则更加难以预料。随着转速的拉高，你都不知道这些扭矩跑到哪里去了。这台5档手动变速器档位非常不清晰，入档阻力大，而且很干涩。你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来找到档位，并且用更大的力气来推入档位。感觉这台变速箱里没有润滑油，而是一箱子浆糊。那它的动力性能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吧。30、40、60、70、80、85、90，还是90、95、100。而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走过了17秒钟。那么它的舒适性和配置呢？你同样不要抱太大的期望。虽然它配备了带有 MP3 功能的6碟 CD、自动空调、真皮座椅、倒车雷达以及电动后视镜和电动车窗，但是一旦你使用起来它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系列的问题。真皮座椅的靠背非常短小，让人坐起来感觉很不舒服，而且它的电动车窗在我们试驾的这几天当中也莫名其妙的发生了罢工现象，但是随后又自己恢复了。另外，我们还发现它的中央扶手箱竟然只是用单个铰链连接的，这样给人感觉就非常松散，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而且它的表面油漆也可以用指甲很轻易的就刮下来，它内饰面板上的装饰条可以用手指就轻易的抠开。烟灰缸上面的盖子，当你打开以后再想盖上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困难，需要一点点技巧才能将它盖上。厉害！有车主发视频表示，现在大家买车都支持国产车，但是国产车确实让人心寒啊！就像我买的这个，我们一群行业客户目前开了11万公里，去年5月份买的，到今年刚好是1年零2个月。目前这款车全车各种异响，特别这个后面就是在这个轮胎这个位置，我不知道是轴承呢还是摆臂还是什么，一直是各种异响。然后就是这个后排座椅咯吱咯吱咯吱的响，哎呀，真的是让人寒心啊！这个称号最可恨的就是这个后视镜，这个后视镜我不知道是哪个死逼设计师设计的，把这个位置装得这么高，在那转弯的时候你是外面是一脸看不见，这个盲区大得不得了，每次转弯的时候你必须把头得伸到外面，你脖子短了还不行。我是真他妈搞不明白，现在这新能源厂家到底在研究什么？你们开过车吗？平时我就问了，取消了传统的仪表，取消了传统的挡把，取消了传统的机械开门方式，看似很装逼的一键开门，真出了问题的时候，有几个人能记得那个应急拉环会在呢？还有那种异形的方向盘，非弄一个4方形了，你们是真的没有地方去研究了吗？还有那个全景的天幕，连帘子你都不给我弄，你们在40度的大热天坐的那个车里感受过吗？还有那个什么流媒体后视镜，下雨了什么都看不见，用我的时候你会发现，操，那真不好用。还有你们那个轮毂是越做越大，那轮毂大，那轮胎也薄，那爆胎了，你们能不能给个全尺寸的备胎啊？你们有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去研究这些花里胡哨的，不如把这个电池的续航给提上去，燃油不死啊，兄弟们，燃油不死。比亚迪的刀片电池被曝重大缺陷，有维修人员就表示，如果你的车子安装的是刀片电池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15万公里之后陆续的接到电池，没有刮擦跟磕碰，但是电池里面进水了，导致整包电池损坏，这个电池里面已经全部腐烂了，电池上盖里面还有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你的上盖是塑料的，下盖是铝的，你看你的电池整包粘在底盘上面，你上面的螺丝用的这种飞钳口的螺丝，长时间这个上盖就会老化，底下是没有螺牙的，就压不到底，雨水天的时候密封不严，就会导致从这里面渗进去水，那这个时候一旦过了质保期，那 4S 店就要求你更换整包电池，因为刀片电池它是以底板粘连在一起的，它很难维修，只有更换电池包总成，便宜的8万块钱，贵的甚至10来万块钱的费用。我们也接到很多车主的反映，他的电池目前还在质保范围之内，但是 4S 店叫车主自费密封他的电池，是反而成为你这个品牌盈利的一个项目了。那么兄弟们，我们如何杜绝此类的故障呢？其实很简单，我手上有2个螺丝，一个是原厂的非全压螺丝，一个是全压螺丝，我们只需要找到5金店，把所有上面上盖的螺丝全部换成这种全压的螺丝，就可以一次性的解决问题。那么兄弟们，
4S 店明明知道是设计缺陷的问题，反而叫车主自费密封它的电池，你认为这样的设计合理吗？自损7万，杀敌过亿。日前，特斯拉与西安李某的名誉权侵权案2审判决，李某应赔偿特斯拉的金额由1审的2000元调整至7万元。李某上诉理由不成立，法院对李某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同时，经司法鉴定，特斯拉车辆制动系统正常有效无故障，符合相关技术标准。时间回到3年前，西安李女士在2021年3月驾驶特斯拉 Model 3发生了交通事故。李女士多次在社交平台散布相关不实言论。2021年4月19日，李女士与来自安阳的张女士穿着带有刹车失灵字样的白色 T 恤，在2021上海车展特斯拉展台上进行维权。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发布公告，车顶维权的2位主角，事发当天已被处以行政拘留和行政警告。紧接着，特斯拉公关部解散，法务部成立，对簿公堂调查取证。经过网络的发酵，多方观点争论不休，火箭都能刹住，你告诉我车子刹不住，诸如此类。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车顶维权事件之后，特斯拉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国内的任何车展。在真相尚未大白之前，口诛笔伐之下，特斯拉已经在网络上被广泛的与刹车失灵联系在一起。大量特斯拉的工作人员被网暴，甚至连无辜的车主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要遭受前后车保持超远安全距离，以防刹车失灵的羞辱。3年后，2024年5月30日，2位维权主角中的女1号张女士被判赔偿特斯拉各项损失合计17余万元，并公开发表致歉声明。这次再加上女2号李女士的判决，整个特斯拉上海车展维权事件算是彻底告一段落。而根据媒体报道，整个车顶维权事件对特斯拉的影响，经司法机构，特斯拉的订单及商誉损失超过1亿元，而2位主角以及提供帮助的媒体，总计赔偿金额也不过50万元。相比之下，特斯拉获得的赔偿金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其工作人员和车主曾遭受到的网暴侮辱，也只能自己消化。当下各家车企都在反击黑公关，特斯拉可以说是作为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值得整个汽车行业反思。无论是消费者还是车企，甚至包括网友，面对舆论都需要明辨是非，合理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虽然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但是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多个宗教型的品牌，像华为、问界、比亚迪等，根本不能说他们一点不好，一个个的非常的金贵，听不得一点不好的声音。一不小心说出来，恨不得把别人祖坟都要挖出来问候一遍。像比亚迪的高速失速不让说，自然从字典里面扣除了。还有华为、问界的漏水等问题。这种被洗脑的汽车消费观是真可怕。汽车不是个简单的代步工具，也不是个电动玩具，更不是一个超大号的平板电脑，是一家人出行的安全保障。可现在消费者被洗脑了，被资本家和情怀绑架了，无脑的去相信资本，利用洗脑术挂在大饼。除了品牌之间互相攻击的旗帜，我说几个典型的现象，大家应该就都说便宜没好货，肯定不会有人相信黄金的价格会是1毛钱1斤，可是总有人相信花几万块钱买的车，几十万的车质量还要好，汽车零部件组装起来的就像炒菜一样，顶级的食材做出来的菜肯定比普通食材要好很多，可是就有人相信3流的零部件供应商组装起来的车质量超越用1流零部件的车企，美其名曰是在支持国产供应链，而头部供应商只是价格高，质量也不好，明明都是全球供应链采购，别人从海外采购，比如底盘，比如芯片，就是不思进取，就是跪舔海外资本，自己家从海外采购就是为了提升产品质量，竞争对手的车发生事故，自己家的车起火，引燃了另外一台车，不是去承认问题，而是去 diss 别人，说什么碰撞后起火，谁没事把车停在马路中央，自己家的车是轻微过火，对手家的车电池都烧没了，明明是扰乱市场，恶性竞争，对外压榨供应商，对内压榨员工，牺牲质量，降低成本。要高举国货当自强的大旗，让消费者去顶礼膜拜，带来的结果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最贵，没有对未来和安全的保障，只有披着羊皮的资本狼，造就当前一幕幕荒诞不羁的汽车市场病态。